狂人川普又来了，这次他的美国优先政策再次掀起了世界级的惊涛骇浪。这不是他第一次打关税牌，也不会是最后一次。但这一次他的动作更大、更猛、更狂，甚至可以说他好像根本不在乎后果。就在最近，美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关税正式生效，直接拉升到 25%， 对中国商品的关税也大幅翻倍至 20%。但别忘了，这些新关税可不是单独存在的，而是直接叠在原本的关税之上。换句话说，某些中国商品的关税甚至已经到达 45% 的恐怖门槛。这波关税来势汹汹，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更直指中国，主张应该直接取消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。这意味着什么？如果成真，中国的贸易地位将直接掉入和北韩、古巴、俄罗斯同一个等级，被美国视为非友善贸易国。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关税问题，而是美中经济冷战的升级。面对这样的挑衅，中国当然不会坐以待毙。就在川普宣布加税的几小时后，中国国务院立刻反击，对美国的鸡肉、玉米、小麦等农产品加征 15% 关税，甚至将大豆、牛肉、海鲜等重要商品的关税拉高 10%。不仅如此，中国还禁止了 Lidl 等15家美国企业的产品进口，并对另外10家美国企业直接封杀，禁止他们和中国进行任何贸易与投资。中国外交部甚至强硬放话，如果美国坚持打这场关税战，我们奉陪到底。而加拿大、墨西哥这两个长期以来的贸易伙伴呢，当然也不可能忍气吞声。加拿大总理杜鲁托第一时间回应，这是无理决定。随后迅速宣布对价值3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课征 25% 关税，甚至放话说21天后将扩大制裁范围。届时受到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将达到1250亿美元。至于墨西哥也打算回报报复性的关税政策，一场前所未有的全球贸易战正式开打。大家好，我是麦门，这里是分享如何投资全球各大股市，不盯盘不短冲，只赚大波段的频道。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？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说穿了就是他一贯的作风，简单粗暴，毫不妥协。他的商人思维让他相信贸易赤字等于被占便宜，所以他不在乎经济学家的警告，也不在乎商界的担忧，他只想解决问题。但问题是，这真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吗？回顾历史，每次关税战几乎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。2002年，小布希政府对进口钢铁课征关税，结果呢？短短不到2年，关税就被迫取消。因为这场保护本土钢铁业的政策，反而让美国的汽车、金属加工等产业成本暴涨，竞争力大幅下降，最终还是得低头。而这一次，川普的关税规模比当年小布希的手段激进10倍不止，直接冲击全球供应链，影响的不只是钢铁，而是整个美国的进口体系。最直接的受害者当然是美国消费者，所有日常消费品的价格，未来几个月内几乎肯定会全面上涨。这还不包括潜在的供应链混乱，可能导致某些商品根本买不到。川普的核心支持者，也就是美国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层，真的能撑得住这样的物价压力吗？这是美国观众最关心的问题。选前，川普的竞选口号喊得响亮，誓言让美国再次伟大。但如果这场关税战最终导致经济衰退、物价飙升、消费力下降，他的铁票仓还能坚持多久？所以川普做这个决定也是承担一定的风险。那这场关税战究竟会如何发展呢？历史告诉我们，贸易战往往没有真正的赢家，只有输的比较少的人。川普这次的关税政策让美国与全球3大贸易伙伴中国、加拿大、墨西哥全面对立。只能说，如果这场关税战继续升级，世界经济将迎来前所未有的震荡。那么对于投资人来说，必须要知道会有哪些产业遭受冲击。关税风暴下的现实冲击，这场关税风暴首当其冲的就是美国的汽车业。一辆从密西根州底特律开出来的美国车，它的引擎可能来自墨西哥，变速箱来自加拿大，电子零件则来自中国。这种3国协作的生产模式，过去几十年来已经成为北美汽车产业的标准做法。然而，川普的关税新政
硬生生把这条供应链切得七零八落。一家总部位于底特律的汽车零件供应商就发出了警告：我们的零件在美加墨之间至少要跨境6次，每次都得缴关税，这样下去，我们的成本根本无法承受。如果说美国汽车业本来是透过自由贸易获得竞争优势，那么川普的关税等于是让这个优势瞬间崩解。通用汽车表示，他们的制造成本将因此上升数十亿美元，被迫考虑提高车价。而福特则估计，一辆车的售价至少会上涨2500美元。对消费者来说，这意味着未来买车的价格会更贵，而对汽车厂来说，可能会让销售量大幅下降，甚至迫使部分工厂裁员或关闭。除了汽车产业，农民也被卷入这场贸易风暴之中。美国大豆农场主约翰·米勒看着自己的仓库里堆满的库存，无奈地说：“这些豆子本来应该出口到中国的，但现在根本卖不出去。原因很简单，中国对美国大豆课征25% 的报复性关税，让中国买家直接转向巴西和阿根廷，会导致美国农民手上的作物滞销，大豆价格暴跌，美国农民的收入受到严重打击。政府虽然推出了农业补助计划，试图减轻损失，但这根本无法弥补市场的萎缩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当中国习惯从南美进口农产品之后，美国市场的竞争地位可能永远无法恢复。除了大豆，猪肉产业同样受到重创。中国不仅对美国猪肉加征 15% 关税，还大举向欧洲采购，导致美国猪农损失惨重。美国农民协会甚至发表声明，直指川普的关税战正在摧毁美国农业。关税带来的成本上升，最后一定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。从超市里的一瓶番茄酱到百货公司里的一双运动鞋，几乎所有日常用品的价格都因关税而上涨。摩根大通曾做出分析，川普的关税政策每年将使美国普通家庭的开销增加约1500美元，这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，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。美国中西部一名单亲母亲在接受访问时无奈地表示：“我本来就已经很难支付生活开销，现在连日常食品都变贵了，这让我们的日子更难过。”科技公司同样在这场贸易战中受到冲击。苹果过去一直依赖中国制造 iPhone 与其他电子产品，但现在由于川普对中国产品课征 20% 的关税，苹果的供应链面临重大挑战。苹果执行长库克多次与白宫沟通，希望能够豁免关税，但川普的回应却是：“你们应该把工厂搬回美国。”这听起来像是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，但现实却极为复杂。美国的劳动成本远高于中国，而许多关键零件的供应商仍然位于亚洲。即使苹果愿意迁回美国，建设新工厂与培训工人的成本将极其高昂。特斯拉也面临到类似状况。由于中国对美国电动车加征关税，特斯拉的中国市场销售受到影响。马斯克迅速在上海设立工厂，也希望能避开关税影响，但这也意味着更多的资金投入与供应链调整。而当企业成本上升，消费者信心下降，最先受到影响的就是股市。自从关税战升级以来，道琼工业指数已经连续数周下跌，投资人开始担心这场贸易战会演变成经济衰退的导火线。投资大亨巴菲特甚至罕见地公开表示，加征关税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战争行为，长期来看，这对经济只有坏处。如果关税持续扩大，全球经济可能会陷入停滞，美国的 GDP 成长率可能会下降至少 0.5 个百分点，而联准会也开始考虑是否需要调整利率来因应市场动荡。关税战的冲击与后遗症，如果川普继续推动这场关税战，他真的能实现美国优先吗？还是说他的这场激情演出最终只会让美国民众买单？这些问题就像预测股市行情一样有难度。但是呢，身为一个投资频道，必须很负责任地告诉你，如果你不擅长判断一档商品到底现在是起涨点还是高点，至少在投资时，你可以透过我们 YouTube 影片的分析跟资讯，让你心里多少有个底，至少不会完全没头绪的想错方向。如果你看到未来有可能会用到的内容，你可以在喜欢的影片点赞，让系统储存你的喜好。如果你还需要学习更深入的操盘技巧或是波段分析方法，可以在资讯栏里找到小帮手，让小帮手给你建议该从何着手开始学习。很多人可能会想，台湾跟美国关系这么紧密，半导体这么强，
应该不会被波及吧？但现实比想象中更复杂。表面上看起来，台湾没有像中国、墨西哥、加拿大那样直接被课重税，但这并不代表台湾完全没有受到影响。美中关税战，台湾其实是间接受害者。我们先回顾一下，美中贸易战爆发以来，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了一大堆关税，动辄25%、50% 的税率，直接导致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变贵，甚至有些公司撑不住，直接转移生产基地。很多人会觉得这跟台湾没关系，但其实影响很大，因为台湾有不少公司在中国设厂，很多电子产品的供应链也是跨国运作的。举个例子，像是华硕、宏基这类的台湾品牌，很多笔电和周边设备其实是在中国组装的，然后出口到美国。如果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关税，这些台湾公司在中国制造的产品进美国的成本就会增加，竞争力下降。这时候台湾企业要怎么办？逻辑也是一样啊，要么吸收成本，要么转嫁给消费者，或者干脆把生产线移出中国。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几年我们看到许多台湾企业开始转移生产基地，比如有些跑到越南、泰国，甚至直接回台湾。这些转移短期内会造成企业成本增加，对台湾的经济来说也是一种隐形的压力。那么台湾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呢？虽然川普最后没有对台湾晶片课 100% 关税，但这并不代表美国没有动手。台积电的美国投资，从某种程度来看，就是台湾付出的代价。美国一直希望台积电把技术带过去，现在不只是要设厂，还要把最先进的制程放在美国。从台积电的角度来看，这其实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业决定，而是政治和国安考量交织的结果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台湾不答应呢？美国可能真的会对台湾的晶片业出手，或者在军事合作、经济政策上施加更大压力。那台湾有没有可能说不？理论上当然可以，但现实上风险太大。毕竟台湾的晶片产业仰赖美国的设备和技术，比如艾斯摩尔的 EUV 曝光机、台湾印材的半导体制程设备等等。如果美国真的要卡台湾的脖子，不给设备，不卖材料，台湾的半导体产业也会受影响。除了半导体，还有一个产业其实也受影响了，就是机械产业。台湾的工具机、电子设备、电动机械，其实很多都会出口到中国，然后中国再组装成产品卖到美国。现在中国要被课关税，这条供应链就变得卡卡的，间接影响台湾的出口。举个例子，台湾的机械设备龙头台中精机、东台精机这些公司，过去有很大一部分订单来自中国的制造业，但因为美中贸易战，这些公司也不得不开始找其他市场，像是东南亚、印度，甚至直接跟美国企业合作，跳过中国这一关。台湾的农产品也一样有受到影响。台湾虽然不像巴西、阿根廷这些国家一样靠农产品出口赚大钱，但台湾的凤梨、芒果原本有一部分是卖到中国的，现在中国市场不好做，台湾农民就得转向其他国家。那面对这种大国博弈，台湾未来要怎么做呢？其实台湾手上还是有几张牌可以打。第一，强化与美国的科技合作，但要保住核心技术。台积电去美国投资，对美国来说是好事，但对台湾来说，怎么确保台湾的半导体技术不被掏空才是关键。台湾可以跟美国合作，但核心的研发、最关键的技术还是要掌握在自己手上。第二，加快供应链转移，减少对单一市场的依赖。现在很多台湾企业已经开始把生产线移出中国，这是一个好趋势。未来不管是电子业、机械业还是农产品，都应该发展更多市场，比如印度、东南亚、欧洲，甚至拉丁美洲。第三，提升产品竞争力，不只是当代工厂，而是要掌握品牌。像是鸿海这类公司，过去主要是帮国际品牌代工，但是现在他们也开始做自己的品牌，比如电动车、智慧制造等等。台湾的企业要思考，除了帮别人生产，自己能不能创造价值，建立自己的品牌。如果你对某个经济议题、投资商品、人物故事或产业有兴趣，都欢迎留言给我们，我们将会为大家整理出重要资讯，连带融入基本面、筹码面跟技术分析，一起来挖掘具有长期波段潜力的投资标的。台湾要继续发挥自己的优势，但同时也要学会分散风险，才能在这个充满变数的时代保持竞争力。
当你希望你达到财富自由时，身边能有人和你一起去游山玩水，别忘了把影片分享给他，一起往财富自由迈进。这样你自由且不孤单。辛苦可以一阵子，而不该是一辈子。不盯盘，不短冲，只做趋势盘，这是我的理念。我是麦门，我们下次见。